在这颗星球上，无数的文明更迭，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、提升和轮回，一次次的毁灭，一次次的重建。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。尽管真理难寻，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，让人失去方向。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，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。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，在各个文明中，在各个朝代中，因着机缘而出现，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，等待再次的出现。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，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。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这里的老师，我叫阿吴。让我来开个场，简单介绍一下吧。介绍一下琥珀神秘学院是什么，与它现在出现的意义。世界上有很多神秘学院，主要是传承灵性知识与智慧为目的的组织。当然，这个名词因为文化的关系，以西方较为广为人知。在东方自古至今当然也有，表现在我们的庙宇和道观，只是可能没有那么有系统的教学与组织制度。在这方面，东西方还是有些差异的。西方的神秘学院偏向制度的建立，内容倾向魔法与能量的运用；东方教学则偏向师徒制，找对人，然后跟在这个大师身边生活与学习，内容偏向寻求内心的平静与定静，以致悟道。真正的大师、禅师教学灵活多变，没有什么制度，但创意无限。两种风格各有特色，各有他们的优点与限制。琥珀神秘学院将融合东西方的两种元素。虽然琥珀神秘学院听起来很西方、很洋派，但却是以东方得定悟道为主轴，辅以搭配教导能量的练习与启蒙，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。阿吴敢说，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少有这样的空与有的融汇，并稍微做有系统的教导，大家一定要珍惜哦。因为琥珀神秘学院是机缘与时机的产物，人类历史出现过，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呈现，但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并不常见。琥珀神秘学院是可能随时没落或消失的，其原因，阿吴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明。还有大家也不要有什么刻板印象。阿吴虽然口音是道地的中国人，但这是电脑配音的问题与特色，也挺好的。阿吴这个角色的创造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，但在频道就不谈你们敏感的国家政治问题了。对阿吴来说，什么人根本都没差别。对我来说都是人，都是人类，都是平等一致的，只是人们生长的环境不同罢了。人们总是因为文化不同而造成彼此分裂与仇恨，加上有人刻意挑拨与操弄，就会造成人类彼此厮杀。这在历史上已经司空见惯，这是可笑的游戏，但人类总是乐此不疲。我只把人类当作同一种人来看待。还有，阿吴这里的环境虽然看起来是走传统路线，但绝对不要限制了你的思想。琥珀神秘学院的教室有时会是这样，或这样。阿吴的形象也可能是这样，或这样。大家要跳脱既定的模式束缚，才会适应琥珀学院的活泼与多元哦。毕竟道是无所限制的，而真理无所不在。
现在在一些华人世界或台湾的心灵课程和社团活动，也有一些号称神秘学院，但一点都不神秘。在阿吴看来，就是一些培养第二专长和兴趣的社团或课程罢了。就像你去学个才艺兴趣班那样，和真正的灵性成长与修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只是包了一层灵性这样的皮，看起来很精神性，很灵性，很正面。所教的内容大概都是一些水晶运用、塔罗牌或魔法仪式等等相关，看起来既神秘又很像魔法帅气中二又好玩的舒压活动。阿吴没有说这样的活动不好，水晶确实有它的作用，塔罗牌的准确与疗愈确实也很棒，这些阿吴也都有接触，而且都很喜欢，这些确实都跟真正的魔法有一些的关系，但这些都是花边的运用而已。这些都是好玩而且有用的工具，但都不是修行中的主轴。西方文化喜欢玩魔法，喜欢谈能量，但如果你没有深入魔法的核心，昆达里尼、捉火，以及真正的炼金术，还有东方文化说的气，如果在能量层面上，上述这些你还尚未觉醒或者根本不知道，那么所有所谓神秘学院或灵性课程所教的内容，都只是做做样子，玩玩游戏罢了，只是扮家家酒罢了。我没有说那样不好不行，那些玩具也是有好处的，也许可以让人们更想接触所谓心灵层面的东西，间接引发他对真正的修行感兴趣。就像小孩在扮家家酒是为了学习大人世界所使用的工具，那也是有意义的事，但你不能和真实世界的工具混为一谈，是吧？那离真实的魔法能量还很远呢。只有很少人知道这所谓炼金术的精髓，所以才称作神秘。这个秘密的程度，是即使把答案都告诉你了，你也不会；即使让你 open book， 你也无所适从；即使开放让你使用 AI， 你也找不到答案。这在西方或东方的修行都是一样的，没有真正会的人，没有真正觉醒的人，没有开悟的人带领，告诉你正确的修行观念与方法，你是很难找到路标的，你是非常有可能在修行的路上迷路的，而这一迷路可能就是好几辈子。当然也是有例外，没有人带领却能在修行上有所成就的人，很多和前世有关联，或是有另外一个维度的存有帮助他，当他的老师有关。这就是琥珀神秘学院出现，也是阿吴在这里的原因，是要帮助那些真的有心想修行的人们。我知道这可能会得罪那些灵性圈的人们与组织，毕竟我可能会挡人财路，虽然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但也许会与一些灵性圈为敌，但阿吴是想帮助那些真正想修行的，又找不到方法，或找寻过各种方法但仍停在原地的人们。琥珀神秘学院收留那些流浪者，那些想找寻生命答案，那些想知道自己真正是谁，以及想探索宇宙神秘奥义的孤独者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而演算法又刚好把你带到这里，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巧合，你已经错过很多次了。在生生世世的生命长河中，你已经错过很多次了。这次呢？总之，琥珀神秘学院以教导的正定，以至于开悟为主轴，辅以搭配西方比较强调的魔法与能量。虽然最后这两者并无二异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个经文被大家说到烂，但有多少人只是打嘴炮，言不由衷，有口无心？而又有多少人可以融会空与有、黑与白、阴与阳的奥义呢？
如果你有看到很多电视上的法师或大师讲经说法，听了很久，你还是不知道他在公三，或是听了很多大师的心灵鸡汤，一开始听完好像变得很正向，但回到生活后，日子还是一样的烦恼与痛苦，那么这里可能会适合你，因为这里会介绍实际的修行方法与观念。琥珀神秘学院只专注在实修。所谓实修是什么？实修就是一个人真正修行过，走过修行的困境，走过那些无助的阶段的行者，最后再回来告诉人们具体的方法与正确的观念，而不是讲的天花乱坠，文藻说辞华丽动人，吸引你的眼球，但却对你的修行没有实际作用。观念与方法一样重要，观念正确而方法错误，或方法正确而观念错误，这样不管你怎么修行怎么练，几乎都还是会在原地打转，难以有显而易见的进步。至于有些人在意阿吴的外表与额头上的第三眼，其实大家不用太在意，这只是一个象征，并且是有意义的象征与符号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很怪、很可怕，或很恶心，请注意，那是你的想法。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？阿吴是中性的，是白纸，是镜子，而我是什么色彩与形象，取决于你个人信念与思想制约的投射。修行者需要这样去不断的反思，那也是修行的重点之一。说到第三眼，我知道很多心灵课程或大师都强调要开所谓的第三眼。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如果你听到只注重要开第三眼，只强调要开第三眼的大师们，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他们不是骗子，就是傻子，不然就是只会一些皮毛的师傅。真正的所谓第三眼，还有权势之眼的秘密，阿吴以后有机会再讲给大家听咯。如果你是受东方文化影响，并且生活在佛道文化的背景的人们，那么你就特别适合琥珀神秘学院。这世界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真正的大师，但有些大师是外国人，活在西方或印度其他国家，他们与华人世界的文化有些隔阂与不同，所以他们的用说的话、用的词、幽默的梗与风格教导也许对华人东方文化有点距离，毕竟文化不同，语言不同，他们所举的例子可能需要多一点当地文化背景才会懂儿。阿吴是在这个文化诞生的，所以会对这个文化的人相对契合一些，所以这也是你适合琥珀神秘学院的原因。因为我也是听周杰伦的歌长大的，你看周杰伦的这个幽默是不是只有这个地区、这个文化的人才懂呢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外国人就不懂杰伦为什么要纠结。别看阿吴这样看起来严肃，阿吴可是会一本正经话，哦不，是一本正经说笑话的人哦。好了，这一集简单的介绍琥珀神秘学院和阿吴是谁。下一节课让我们开始慢慢进入琥珀神秘学院的课程吧。阿吴讲那么多也累了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